光靠这一句话，足以让很多白左说 What？ 我不会说中文，但是我比你更了解共产党啊。我来美国，然后我去了一个女校，不好意思，去了一个技校。脱口秀界里边存在这个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太失衡了。你觉得为什么呢？嗨，大家好，我是 Olivia 邢，我是乐乐的好朋友，我们是脱口秀认识的。今天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 Olivia 来给大家讲一讲脱口秀演员的经历，我们的心路历程，以及说双语脱口秀演员他的这个挑战，机遇与挑战。Yes， 从我最喜欢你的一个段子，我们顺便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那这个段子呢，是围绕着你以前在白左学院上学，但是还没有进入到白左艺术学院那个阶段，对不对？越来越左，越来越白。And when I first came to America, I went to a Bryn Mawr college. It's a women's college, sorry, lesbian college. We just form circles and braid each other's pubic hair and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笑话？这个笑话，其实大家应该能 get 到。中国有 只有女性的学校，然后这些只允许有女生的学校的那个女同性恋会非常多吗？也有这类似的现象吗？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选择，就是去女校的大部分都会更开放，然后开放的话，你就可以接受去喜欢各个不同的性别。这个不一定是就不只是我是 lesbian， 所以我要去女校，对，也有可能就是我去了女校，我可以接受女校，那我可能也可以接受一个更就是多元的恋爱观，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确实没有女校，中国可能女校有女生就是女生宿舍，就是女生高中可能有，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没有大学，只有女性的大学吧，或者如果有的话不多。对，肯定没有像美国多到美国的观众一听到你这个包袱都会有共鸣的那个程度。没错 ，That's my point。对 ，and 所以有一些段子确实可以跨文化、跨语言。但是大多数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是跨不了的。但是如果用中文讲，其实大家也能 get 到。那这个怎么翻译成中文呢？我去了一个女校，我来美国，然后我去了一个女校，不好意思，去了一个技校。可以，其实就是 gay 校，就是鸡也可以，就那个鸡也可以。鸡校。我不知道为什么 gay 会翻译成鸡。为什么呢？ Anyway， 我觉得我说的还是蛮有道理。你如果上中文的脱口秀舞台讲这个段子，大多数的观众应该不会有共鸣吧？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下一句可能大家会有共鸣。我就是当我已经就是 establish 了这个前提，我就前提说了我们是一个技校之后，然后我说我们平时在学校干什么呢？就是we sit in a circle and braid each other's pubic hair. Hey， pubic hair， 我再来展示一下。这个乐乐可以给大家展示，因为乐乐有一个著名的笑话叫做你有很多you have a full bush。That one 这个上文是很重要的，而且语气也很重要。那个笑话是这样讲的：我说，在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那个蛋蛋上面一根毛都没有。后来现在我学了17年后的中文，我现在会用中文思考，而且下面 full bush. How do you translate that to Chinese? I will never say that in Chinese. 很形象，大家应该脑子里面应该有一个画面吧。然后我前几个周我们一起做了一个脱口秀的演出，然后他就讲这个笑话，我正好在他后面上台，然后我在认真的听他的这些段子，记一下哪里可以上台的时候嘲讽他一下，就是然后我上台之后就说。Having full bush is the most Chinese thing about you， 乐乐。Having full bush is the most 辱华了，有点辱华呀。这有什么辱华的？我们是一个内敛的文化，我们不轻易外露，所以要有 full bush。OK， 我们还是要回到你那个卷大家的 what is it 阴毛的这个段子 ，because 我们特别喜欢帮助彼此写段子。这个是作为脱口秀演员，而且欣赏其他脱口秀演员他们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玩之处，我觉得。然后他那个段子我帮你写的，好像是后半部分加了一个 tag， 跟大家解释一下 tag 呢，就是笑话的时候讲一个setup， 一个 punchline， 然后 punchline 之后，因为大家已经开始笑了，其实笑了之后呢，你就想让他继续笑，就过山车一样嘛，所以就加 tag， 如果你继续说，继续 ride this。Yeah, exactly. Right. It's just a little bit. It's like， 而且观众以为这个段子已经讲完了，就那个包袱已经
like 已经出现了。对对对 But it's like, oh, there was another one there. 哎，我没有预料到，哈哈哈哈。，exactly。所以乐乐帮我加的是，we sit around a circle, braid each other's pubic hair。乐乐加了后面半句 and chant down the patriarchy。 And take down the patriarchy. Exactly. Take down the patriarchy. Yeah, which is. Yeah， 我接触的白左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对于他们这个话语体系超级熟。对，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Sorry， 哇，这个是 patriarchy。乐乐说 down the patriarchy。不是。其实 stand up 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 Yeah， 就是男性居多。男性居多，所以 Yeah 麦克风这个，你看这个形状，就是其实很难。很粗。Yeah， 哦，不像你喜欢的。所以 down the 对，他 patriarchy。觉得粗是次要的，我觉得不要告诉观坚决众。反对。对，You kidding me？ 长度才是次要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舌头，但是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聊。最重要的是幽默感，幽默感。最重要的是幽默感如。果要追女生的话，最重要的是幽默感。那女生，如果你要追帅哥的话，最重要的也是幽默感啊。 No， 最重要的是颜值，最重要的是这是不是显示胸和脸吧？是不是显示了男性的浅薄？ Yes, it does. I agree with you. Yes, it does. we suck,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talk about 这个脱口秀界里边存在这个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太失衡了。你觉得为什么呢？ Like, what do you think？ 这个起因是什么？这个源头是什么？哎，我觉得很神，这是一个中美的区别，就是我在中国语境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女生不好笑这个概念，但是在英语里经常会说 women are not funny。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发了一个我在 YouTube 上有一个我10分钟的讲段子的视频，然后有很多大家可以去关注。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叫做 Did China Start COVID？ Did China Don't you want to know？ 然后有人就会评论说 There might be one funny female comedian out there and you're not that。 Oh, brutal! I'm dude. like 没有人问你。有点厉害啊！这条留言有点太狠啊！就是他就是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句话就是说可能只有一个好笑的女性演员，就是说大部分就是都不好笑。我不知道这个是哪儿来的，为什么？女性普遍来讲，好笑的女性那个比例绝对比男性要低，不知道到哪里去。但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No, it's not. 是先有，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现在如果想要跟一个男性上床，二话不说，你一出门就能够找到一大堆愿意跟你上床的男人。而我呢，如果要追女生的话，我得有魅力啊，我得有幽默感啊，对吧？他才有可能会考虑到性就跟我。所以你还是在说，其实这个东西是社会因素导致了，就是求偶啊这种。社会因素导致了我们在培养的能力不一样。未必是社会因素。如果说到这个根源的话，其实我觉得实际上是生理的差别。因为男性我们都在追求女性，因为我们的性欲，我觉得一般来说会比女性要强。OK， 但是本质上我们其实还是不能判断，就是鸡生蛋，蛋生鸡，还是不能判断本质上女生是不是没有男生好笑。不，我们可以从这个比例的视角去入手。好笑的男性比好笑的女性多不知道到哪里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不好笑。女性不好笑 ，exactly。OK， 就是统计学上来说，现在通过表象 correlation，but it doesn't mean that it's an 因果关系。但是我是会 right， 而且我会觉得就是将来会有更多更好笑的女性。For sure, I agree。而且就是因为就是如果按你这个 correlation， 你这个求偶和幽默的这个相关性的来看，可能我们的求偶文化也在变化，所以女生也需要，所以女生需要更主动一点，主动，然后幽默，然后所以可能也会越来越好笑，越来越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本质上，我觉得脱口秀不是只是为了好笑而好笑，其实是在表达观点。That's the first thing I learned， 就是我在19岁
21岁的时候去纽约，然后我说啊，我就要做脱口秀，然后我就认识了一个导师，这导师叫 Ashley Gavin， 他有一个很好笑的 podcast 叫 We're Having Gay Sex， 然后 We're not having gay sex. We're It's not- the name of the podcast. he is gay, but we're not having gay sex. We're both gay. I wish I was gay. My life would be a lot simpler. A No, lot simpler. no. Yeah, 因为而且会更愉 I 快， don't think 毕竟 you 男 have- 性更好笑。I don't think you have what. Whoa. I'm just kidding. 啊，话说回来，你话说回来到了纽约，然后观摩取经。取经取到的第一本经说的就是，it's not about making joke, it's about your point of view. Exactly. 很多人他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即便他们还有一些人，他们即便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因为没有一个有趣的 point of view， 很多人他们都不会想听，对吧？这个是很多新手他们会犯的第一个错误，他们就觉得，哎呀 ，I'll just write this funny thing。我观察到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我把它写下来 Exactly. 观众肯定会觉得有意思。It's like no, dude. 所以好笑的不是这个现象，好笑的是你怎么发现了这个现象，你是谁？为什么你能看到这个现象，别人看不到？ Exactly. 对， Exactly. 然后这个其实是你做的很好的一点，因为没有一个像你中文说的这么好的美国而且对人。于中国政治还是如此了解的一个外国人，所以很多美国人应该还是会比较欣赏、比较喜欢。但是我们这个白左居多的城市，洛杉矶还是有不少觉得共产主义听起来还不错。I mean, it sounds interesting 这样的白左。所以当我上台，尤其是我有一个部分讲的就是在大跃进，我在开始讲大跃进之前，我这个切入点是说，我觉得为了了解中国政治，你首先得学会中文。对 Right? So this is like my point of view that I go into it. 光靠这一句话，足以让很多白左说 What？ 我不会说中文，但是我比你更了解共产党啊。因为很多白左的确觉得他们很了解共产主义，而且他们会觉得你一个白男不要跟我讲你了解中国文化，你这叫 appropriation， Yes. 文化挪用。Meanwhile, there's Chinese people in the audience like, no, 他中文比我都好啊。Hey, it's like actually he's got a good point. 然后，所以你大跃进的笑话是什么呢？ We can't get there yet because it's a good one. I might translate it to Chinese too. Well, it's all about 它都是围绕着走了弯路的翻译。Right. 走了弯路的英文翻译是什么呢take a detour. Yeah, took a detour, which is so funny. 因为在大多数这个英文母语者的这个生活当中，他们听到 took a detour 的时候，一般是比如说我爸爸。去买个吃的。 No， 我爸爸和我妈妈他们是一起要开到我家吃饭什么的，但是我爸爸因为他不愿意问陌生人问路， Right. 所以他们就迷路了。 Right. 那我妈为了给他这个下台的机会，你他就会这说。Oh, we took a few detours on the way. Stephen took a few detours on the way. 然后爸爸会说 what? We just wanted to see the scenic road. We just wanted to see like some more of the trees and stuff. He's doing that. My dad would do it because he's too stubborn to ask for directions. because he has a full bush and he's No, now you're getting distracted. 因为他 The 非常 point is that like this is hilarious because it's only when a stubborn old man is not willing to ask for help that a woman has to protect his face by saying, "Oh, we took a few detours," and it's like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缩影 for 共产党。对 Because it's like 共产党死活不愿意承认大跃进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也就多大的失败。也就死了那么几百万 It's 人。 like 几百万人，哎，走了一些弯路，我们最终到了吧？哎，你不要再抱怨好吗 ？Right? So 对 this 现象 I think is hilarious. I know. But if we come back to the point of view, I don't think there's anybody else on this planet that has my point of view on that. I really don't think there's a single person. And also，我觉得你的这个落点也特别好。落点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y still call it a great leap forward， 就是往前进了一步。我还会问观众说，首先我问你啊，在你自己的人生当中，你会用大跃进来形容哪一些 moments？ 求学、结婚、大买房。yeah, 买房、结婚 ，and they're always like, oh, when I met my friend here, yay! Yay. And I'm like, well, in China. 也就对，然后我又上台就说，这个大家还记得前几年的新冠疫情吗？We also call it greater leap forward，也就死了那么 And so you're going to 几百 give 万 me 人 that one. 对 You're going to give me that. Because actually that's gonna- good. Because then 因为我有一个围绕着新冠肺炎的对疫情的一系列段子。我觉得 That's a good way to 承上启下。这样非常承上启下。承上启下在这个英文的语境里应该会叫 callback。
Yeah, well, 成长probably not Probably callback. that's 成长起来是 segment， 但是 callback， 但是刚刚那个笑话之所以好笑，是一个 callback。Yeah， 对对对，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说 callback， 他们好像就会说 callback， 呼应。哦，Wow， I did not know that。我也新冠肺炎。no， 这个叫大肺炎。所以我们现在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纽约学到的第二本经。Yeah，let's hear it。第二本经。第二本经就是 It's okay to bomb， 冷场是可以的。Bomb is okay because even if they're silent， 就是他们安静的时候，只要他们还在听你说话，就算他们不笑也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本质上就是还是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的观点是，脱口秀不仅是让你笑，而且是让你的观点被听到。我觉得你这个 It's too 白左。No， 你这个点我觉得我很欣赏，但是你的理由我觉得说服不了大多数的观众。那你因为大多数的观众，尤其是在应试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他们习惯性的会离开自己的舒适区。那离开自己的舒适区，这个其实说的很抽象一点，要学外语，你不要怕说错，外语就是不断的说错。这样的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对吧？你才能够像现在这么流利的去讲英文或者中文，对吧？那脱口秀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你必须得bomb， you have to go up there and make mistakes， 你才能够有进步。只要你能够掌握这个事实的话，那你bomb不会在乎，因为你会觉得无所谓，我还是在进步的过程当中。再加上这个是 nobody cares， 有一个德语好像有一个词，就是来形容当你意识到你顶多只是其他人生活中的一个背景群众演员，当你能够意识到这个事实的时候 NPC it's like What am I？ 哇，你这个地道啊 ！NPC， 当你能够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 NPC 的时候，而且大多数的人都是挺健忘，就是在游戏里这样。They're just it doesn't matter. You can bomb and who cares？ Like 他们那天晚上有可能会在床上吐槽你，甚至笑你，但是到第二天他们一起吃早餐的时候，我说一对夫妻嘛。They already 把你忘得干干净净，没有人在意 ，No one cares。但我的这个是一个给新手的，就是如果你感兴趣学脱口秀，很好的建议。鸡汤有一点灌鸡汤，有一点灌鸡汤的感觉。我听过另一个脱口秀演员说，脱口秀很奇怪啊，就是你去练习它的唯一的方式是在观众是在大众面前去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失败，就是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看过达芬奇的画的100个鸡蛋里的前99幅，你也会觉得达芬奇也不是那么厉害的一个画家嘛。但是就是 practice make perfect。Yeah, what does it say？ 舞台上的1分钟，舞下10年1分钟，但是就是台下10年功，对于脱口秀来说，台下10年功是台上10年功，你全都得在台上。Yeah, it's true. Actually, yeah， 因为台下你顶多只能背下来段子。但是背下来段子，提前写好所有的段子也是蛮重要的，对吧？这个是我必须得稍微谴责你一波的一个点。是上次我们讲中文脱口秀前，你因为开始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而轻视掉了中文的段子，所以你到底那个时候没有准备的很充实。甚至一点准备都没有做，很充实，充分啊 ，sorry， 我觉得你的生活太充实，所以你准备的不够充分，怎么样？这个你的中文补回来了，救回来了，救回来了。那个我的面子 ，I got it back. You took a detour, but you got it back. Oh, nice callback. That's a good callback. 哇，不错，真的学以致用，哇！学以致用，成语，还成语啊，这老王也还可以啊。我上次不是因为我没有充分的准备，而且还因为我上台前喝了那么一点小酒。No， 你那个只是给自己下台阶的机会。说啊，我喝酒了，所以我讲的段子有点乱，不好意思大家。实际上是因为他。不是前1天晚上，是前2天晚上，就是因为刚刚进入到这段新的爱情，就很兴奋的，对吧？ You're just like with this person that you're, oh, this is everything.
因为你刚刚开始谈恋爱那个阶段 ，what is it called？ 蜜月期。蜜蜂期 ，the honey period。蜜蜂期就是每天都很忙碌，然后每天都要去采蜜。蜜月期 ，that's like the best. It's like the best time in existence, almost. I think when you're just in that period with a person, it's like arguably the best state of human existence. Right? 所以我能谅解你。即便我谅解你，我仍然要稍微谴责一下。强烈谴责，乐乐强烈谴责。这个不是强烈谴责。乐乐强烈谴责没有背过稿的 Olivia， 但是没有背过稿也是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在 G20 上，让我看看我的小本本。小本本。这个每个脱口秀演员也都有一小本本，你有小本本吗？我有小本本啊，我当然有啊。因为我是中戏的嘛，所以我会准备的非常充分。而且以至于这以前是个问题。就我去年年底去了台湾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准备的太充分，导致我的那个演出，我的表演有点太硬。I'm a little too stiff in everything。我没有跟观众有任何互动，然后这个是绝对不行。因为很多脱口秀他们第三本经就是要 be in the moment。Be in the moment. If something happens, if an audience member does something or you do something, something goes wrong, right? You're like this. You're like, oh, I meant to do that. Okay, good. 可以了。It's like already good. 我第三本经其实是和这个是一样的，叫 Don't play the room. Wait, don't play the occasion, play the room. 就是不管这个是这个无所谓，就是这个事件无所谓，重点的是谁和你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折中之路才是最好的。I think you gotta find the midway. OK。我去年去台湾的时候，有参加一个有开放麦的活动，他们邀请我来当压轴。And 因为我是压轴，他们给我20分钟的时间。Headliner. Right, and so I was just like, OK， 既然他们给我20分钟的时间，那我就 freestyle。我就唯一准备的就是我那个第一个段子，就关于习近平。然后反而你演的最好。你不要说的。然后那个第一个段子反响非常好，非常正面 ，very positive response。然后我就直接问大家，你们想听我讲一些故事吗？就比如说我以前在北京用摇头丸的故事吗？台湾观众可以啊，我们听听吧。然后我在给他们讲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就找到了很多可以开玩笑的地方 ，right？ And 那种感觉。让我彻底爱上了脱口秀这门行业，这门艺术。这个在脱口秀里有一个名词叫 riff， 我觉得 riffing 是脱口秀很重要的一部分。怎么拼 ？RIFF。Riffing, riffing, not rift, right? There's not a rift rift, between us. Riffing, yes. Riffing， 你有没有就是知道的自己一定可以问到观众，然后让观众一定能跟你互动起来的笑话？我发现通过就自从疫情爆发，并且我开始火到现在，这4年的直播经验，给我这种无论你这个观众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基本上可以可以接住，可以搭话，对吧？我可以根据你的答应来开一个玩笑，或者讲到其他的话题去。哇，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风险的。我有的时候，是有风险的。我有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毕竟英语是我的外语，所以我就连我到时候会怎么跟观众互动也会写下来，就是 verbatimly I will write it down。就是我有一个技巧吧，就是经常会这样，就是如果现场有这个 Asian looking audience， 亚裔观众，我就会问你来自亚洲哪个国家，然后他们就会说什么台湾呀，或者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呀，然后不管他们说什么吧，就是Malaysian part of wait. Okay, I blow it up. I'm gonna say it again. Go ahead. Okay. Malaysian part of China. 然后呢，就是然后就不管问什么Singapore, Korea, what else? Like, Vietnam, part of China. So if I'm you, I'm taking that and I'm saying Vietnam, well, it's going to be China eventually. I would make it like that. That's really good. 所以就是有的国家已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的是将来会成为会回归祖国的怀抱。我这个裤子里的小帐篷都崛起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显然这是一个笑话，我不是认真的觉得这些国家就是，但是这个笑话就在于就是
这个中国这个野心，野心领土扩张的野心。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觉得应该像我刚才的那个表达方式去表达出来，就是因为很多美国人可能对于中国的野心并不是很熟，而这些来自东南亚的国家的人，他们肯定很熟。但是为了把这个笑话能够吸引到新的观众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然后我会说。I'm kidding. You're all part of China. 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大中国，就是他们能。That's it. That's good. I like that. 对他们能理解到的点，可能不光是中国的领土扩张的野心，还有其实是包括丝绸之路什么这个，我们就不 get into it。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的这些什么东西啊，这都是 made in China。这其实你这是中国的一部分 ，you know. I think that so. You have the one sentence that is like if you say, "Oh, Vietnam." It'll be China eventually. And then you kind of sit, people will laugh and you go, I mean, let's be real. You're all going to be China eventually. That's what I would do. Try it. Okay. I bet it does better. I don't know what about the future tense. 我觉得将来时没有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是回归了祖国的怀抱更好笑。这个很重要，这个也说到另外一个第五本经，那就是在讲故事的时候或者讲一个段子的时候。最好是要把自己放在这个故事里边，而且最好的是以当 like present tense 的时态，或者是 on my way here， 就是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前几天也可以，对 like the other day， 对 ，right。所以有很多男性脱口秀演员会说 ，So I have this girlfrien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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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他们其实单身的，这些单身狗们。Yeah, exactly. I've done that too. I've said like, you know, my girlfriend, and it's like, what就是单身汉 like I'm so alone actually. So alone actually. 这是否是属实？我觉得属实不重要。他们之所以会笑 ，why would they come to the laughter？ 就是他们会，如果你让他们相信这件事情真的发生过了。而且甚至这样才好笑。甚至我记得卡姆当时有一个段子，他不管说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一个什么朋友，然后他都会给他起个名字叫小白、小黄什么什么。你起一个名字，都给起了名字。对，卡利多，就你起了名字之后，反而就更具体，越具体越会观众就会想象出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这个狗是什么样的。他们也可以记下来，你可以记住。对，这个人的名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一个 joke 是，我之前有一个笔友叫 Eric， 然后我给 Eric 写信的时候说 Eric how are you？ Eric 就是问我 how are you？ 然后如果你在中国长大，只有一种回复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你这个口音学得很好，是这样的，而且。我当时就是这么回复的 Eric， 但是其实我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笔友，我只是想要去把这个事情从一个这个段子不如中国网上特别流行的那个段子，就是有一个中国女生到美国来，然后她租了一辆车，然后毫无意外的是她开了一阵子之后就把车给翻过来然后她问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she's like hanging underneath, and she's like bleeding out of the nose, and an American comes up, he's like.Excuse me, are you okay? And she's like,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对，我那个笑话，这个只是一个 premise。premise。对，我的笑话是，就是编了一个人 Eric， 然后我们用现在进行时来讲这个故事。Eric 写给我 How are you？ 然后我说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然后 Eric 给我回复 I'm good, LMAO， 然后我就盯着这个词 LMAO。我听你讲过这个段子，老毛 That's tough。我觉得外国人应该是很难以来。没有，他们其实每次都会笑。For some reason， 笑也可以，但是那个笑也是要分级别的笑，对吧？有不同的。Because I've seen you do it, and I feel like 首先可以简化 ，something is in there where we can make the 联系 much more clear， 要写得更清晰这个逻辑。对 ，right。但是我觉得这个真好笑的点就是毛，我看到 MAO 第一反应是毛，但是结果没想到这个词的意思是 laugh my ass off。Boo. Okay. It's there, but the L is confusing because 美国人我们听 LMAO 很少会立马想到毛泽东。我会这样，我会先 spell it out， 就是 LMAO， 然后我说 live, laugh, love, Mao。这是 Live, laugh, love, Mao。
Yeah. That's on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a That little is funnier. something. Yeah, 就 that's 是 fun. 这是我党一贯的 Yeah, yeah, yeah. 坚持的方 So 针。 that's what you would say then in English. You would be like, when I hear that, as someone that grew up in a communist country with the great leader, Mr. Mao Zedong himself, I see LMAO and all I think is live, laugh, love Mao. That killed. That will kill. That's it right there. That's a great. Yes. And it, And I do this. this looks like Wait, this and I looks do like this. it looks like the Hunger or no. This is Hunger Games. Yeah. I was like, oh my god， 我已经被美国文化洗成了这样。本来想要举红领巾，举了个这个。我是乐乐法力 I don't know who this is. 从洛杉矶我是著名的白左艺术学院毕业的 Olivia Xing，大家可以去关注她。我是乐乐的忠实粉丝。Oh, wow, I don't believe that.